末世天灾接连出现，17级超强台风首当其冲，全球幸存者降到2%。而校花女友最终带来一群人抢走我手里半个馒头，将我捆成人棍丢出去，当场原地升天。重生归来的我还觉醒了空间能力，在西餐厅疯狂炫吃的，只因上辈子活着的时候苟延残喘，喝地上的泥水，啃发霉的馒头，与狗子争食物。这种人都能进高档餐厅，真是拉低了这里的档次，我以后再也不要来这里了。你以后怕是想来都来不了。吃饱后我就走了出去，如今我也是小有资产的人，毕竟双亲祭天留下了一个工厂，只不过工厂前几天被校花女友骗走了，这次我要好好折磨折磨他们。现在是中午，半夜的时候，超强台风猛虎到来，末世就降临了。我打车来到了一个大型批发市场，刚下车，樱花小区的保安老孙就打来了电话。小周啊，防弹加固门圈都已经难捐完了，你是不是还买了什么药品啊？刚才一个小伙子送来了几十箱。对的，老孙，你帮我签收一下吧，堆放在客厅就行。行，你那加固的门圈真不一般啊！我测试了一下防御力，拿大嘴抡了一下虎口都真麻了，一点痕迹都没有。还有你要的壁楼，可见我是都安全好了。我看了一下，都是上好的防烫钢板的。好的，老孙，我给你发了1万块钱，你收一下吧。是娟秀的尾款吗？不是，给你的辛苦费。老孙，你要是信我，就去多买点长期质保的食物吧。这次新闻上说的台风可能有点猛。随后我就挂了电话，至于他信不信，我就懒得管了。我花了100万将这里一家粮油批发店直接买空，单是盐就高达10吨，货车运送了好几次，每次都开到一个无人的角落，将物品全部装进空间里，就开车回去继续装。紧接着我又来到蔬菜批发区、肉类批发区、矿泉水批发区、粮食蔬菜种子区，总共花费250万，全部收入空间里。此时已经下午5点多了，吃的喝的差不多了，接下来就是去找武器和野外装备了。此时我在西餐厅疯狂炫食物的时候，竟然被发到了网上。我们坑了熊墨的工厂，他这是化悲愤为10亿吗？我看他这是吃了最后一餐要跳楼了吧。我们刚坑走他的工厂，现在嘎了，恐怕对我们的名声也有影响吧。不，他现在嘎了才是最好的，他万一有证据了告我们怎么办，对吧？不过他没有证据，我现在还要给他打电话刺激一下，希望他能早点跳楼。好兄弟，下个月我和苏软软结婚，今晚举办的同学聚会你会来吧？不好意思，我没空，但是不建议下楼喝一杯。哦，好兄弟，你怕了吗？这句话直接噎到了他们，随后我就挂断了电话，去找工具批发店了。要不算了吧，他现在恨死我们了，说不定真敢找我们拼命。我会怕他吗？不可能。随后他就将聚会地点改成了自己家，等熊墨过来。而我此时来到了工具店，所有野外有用的东西都打包装好了，还有大功率降噪发动机、冲锋舟、橡皮艇各来20条。老板简直乐坏了。老板，有没有雪地车？咱们这里是南方，哪有那东西啊？要不然您网购。不过网购现在根本来不及了，再有几个小时天灾就降临了。溜冰鞋有吗？这个有，正好还有2双。此时我的姑姑打来了电话，我直接拉黑了，只因上辈子我可怜她，让他们进我家，却被他们一脚踹了出，让我自生自灭。等老板装车的时候，我直接来到了一家军用品店，买了防寒服、军大衣、军帽、军靴、军被、军手套各50件。这东西零下70度的极寒来临的时候极其重要，没有厚衣服谁都扛不住。随后开着货车来到了一个木材厂，此时已经天黑了，刚下车就感觉到大风吹了起来，雨也开始落了下来，必须抓紧时间了。我走到门口，发现有一只大黄狗在门口，看着还挺乖的，我就给了它一根骨头，然后就走了进去。这里面的木材非常多，足足有几十吨，当柴火烧能烧1年了。我直接全部装进了空间里，看着墙上的2维码，我就仅剩的3W转了过去。末世来临，钱财如同废纸，留着也没用，走到时候还顺走了2把电锯。接下来就是零元购了，台风都来了，还能有人来抓我吗？直接开上货车前往工业园储仓区。路途遇到了一片水果基地，这里有一些果农，他们每个人脸色都不是很好看，这里的果子根本就不了了，1年白干了，他们只能将已经采摘的果子搬走。等他们走远了，我就将这些果树连同地皮一起收进空间里。
被天灾毁掉，还不如成就我。20亩地的果树吃不完，根本吃不完，耽误了我1小时，必须赶紧走了。现在已经晚上11点了，我立马开上车继续赶路，开了近1小时的路程。17级超强台风慢慢移动着，现在已经是12点了，全球正式进入灾纪元。路边的小汽车轻轻一吹就被卷走了。我撞开一个仓库大门，跳下车就开始零元购，所到之处寸草不生。此时沃尔玛监控值班人员都傻眼了。我去，电脑中病毒了吗？这个人怎么走到哪里，东西就全消失了？对，肯定是黑客。我们的监控画面被替换了，快报警！此时我直接开车前往旁边的山姆仓储，其实单单是沃尔玛一家就够我吃一辈子了，但我肯定是不嫌多的。山姆、开克士、家乐福3家大型商储监控值班人员都傻眼了，他们刚才还在笑话沃尔玛被黑客入侵了，没想到这么快就打脸了。只是奈何17级超强台风根本无法出警，我开车撞进小本子的仓库。小本子的仓库什么时候变成钢筋了？随后我看了一下牌子，原来是泡菜国的。钢筋可是好东西，我边走边收，1捆2吨，足足有上千捆。走到里面竟然发现有一个大家伙，全新的硬派越野卡马兹，100公里油耗200升。我记得上辈子一个小团体有这车，直接在末世横冲直撞，将别人撞成馅饼。这里还有50桶柴油，全部收进空间，开车走人，前往2公里外的孵化园。那里有一家特别牛的科技公司做的高科技衣服，可以穿在身上保持25度恒温。来到了这里后，我将烧烤炉放出来，烤点肉填填肚子。此时打开手机看了看新闻，而张丽此时把我拉到了一个群里。兄弟，不是说好下楼喝一杯吗？怎么躲着不见人？是怕大家笑话你吗？各位不好意思，之前也确实想跟大家喝一杯，结果临时有事出门了，明天我就回去，你们一定要等我啊。看似我说的挺和谐，其实明天我回去了，雨水早把他们淹了。吃饱后我就去找高科技恒温衣了，一口气从1楼找到3楼，看到什么就收什么，还收获了1箱雨衣。这熊虫同学买了2000只雨衣，是长了4个腰子吗？这辈子用得完吗？随后我就收进了空间里，终于在5楼找到了恒温衣，不过只有1件，其他的似乎都还是试验品。可惜了，要不是末世来临，他们这实验室能扬名立万了。全部收进空间里，然后继续扫荡这里。此时已经快天亮了，外面的台风逐渐减弱到5级左右，但是暴雨却越下越大。高楼上甚至有一个半截公交车镶嵌在楼上，地上早已被淹没，甚至水里漂浮着几个已经嘎了的樱花小区群里在不断的发着消息。太恐怖了吧，这是要世界末日了吗？家里的玻璃震响了1晚上，吵得我一夜都没睡着。你们听，这半小里有多少救护车声音，根本没停过。我听说还嘎了很多人。太好了，我公司楼也倒了，今天不用上班了。台风小了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出去抢购物资呀？我估计这洪水要持续几天了。此时群里有人发出来一个视频，水里漂浮着几具已经嘎了的人。我去，他们嘎了吗？太吓人了，这是真的吗？此时居委会大妈发了一条消息，网上那些消息都是造谣的，谁再敢乱传，我就报警抓谁。希望大家不要给国家添乱，也不要出门，现在外面洪水太猛了，过几个小时等上面的安排。过几小时洪水淹得更深怎么办？到时候我们还怎么出门？真要是洪水淹到老百姓无法出门，那你们就省事了，组织上肯定会分派工作人员给老百姓发放物资。这句话让很多业主安心了下来，但是我却不一样，我直接在群里发了一条刚刚拍的照片，上面有很多被水淹了的人。大家趁现在赶紧出去抢物资，这次受灾情况无法想象，组织上根本腾不出手给你们送东西。哦哟，就你晓得的多，我刚才说的话你没听见，少在这里带头挑事，一顿不吃能饿嘎你了吗？我肯定是饿不嘎，你阻止大家出门抢购物资，万一饿嘎别人，是不是由你来负责？你这是在质疑我们国家的力量，还是我们社区的能力？你这样故意引发动乱，熊末是吧？等洪水退了，我就上报你扰乱社会治安罪。此时我懒得多说了，我直接又发了一张刚拍的洪水照片，下一秒就被踢出了业主群。此时老孙打来了电话，小木啊，你那张照片是哪儿来的？
我现场拍的。照片是真的啊，你现在在郊区是吧？即使早上的时候网络上就很多类似的视频，但半个小时不到就搜不到了。就这样吧，你注意安全。挂了电话，我就开着车往回走了，顺便还收走了一辆满载的油罐车。路过木材厂的时候，这里已经被淹了很多了，而那只大黄狗依然被铁链锁着。我稍微思索了一下，要想让苏软软他们意识到自己过得不如一条狗子，怎么能不养狗呢？你这家伙遇到我真是要享福了，以后就叫你波奇塔吧。随后我就继续往回赶。此时城区再大的暴雨洪水也是有救援队在不断的救援，而我此时也回来了，带着狗子边走边收集物资。只剩车厢的快递大货车收，侧翻的洒水车收，在洪水中哞哞叫的一头大黄牛收，游过的几头猪收，落水的人这个就不收了。救人这种事可不适合我，天上的救援直升机有很多，让他们救吧。于是我就划水来到了樱花小区。我去，勇士啊，这么大暴雨，洪水还敢出门？兄弟，外面情况怎么样？我此时来到了21栋楼，1楼张丽家已经被淹了，他们一群人很有可能在楼梯过道里挤着等待救援。而我刚来到2楼就看到张丽他们了，男的女的一共20多人，他们没想到那么深的暴雨洪水我竟然能回来。熊墨，我给你打了100个电话，你为什么不接？在座的各位都给你打过。我这样啊，苏软软也给我打了吗？这句话噎了一下他。我去，明明是我抢走他女朋友，怎么现在有种自己被绿的感觉？我在跟你提电话的事，少提软软。你打电话我就得接吗？要不是你，我们能来这里聚会吗？房子车子都淹了，快赔钱！你说赔就赔吗？关我什么事？我可没说让你们来小区聚会。我们的车子都被淹了，赔钱明明就是你说想下楼和张丽喝一杯的，所以我们才来这里的。你们车被淹了，关我什么事？我只说和张丽下楼喝一杯，又没说让你们来。要不是你，我们根本不会来这里聚会。我看你是找打。他刚想动手，我就掏出来一把刀。众人愣了一下，猛地往后退，都没想到一向没脾气的我竟然会拿出一把刀。不是想动手吗？来呀，我倒是要看看这把刀能不能嘎了你们。熊哥，你冷静点，我刚才就是开个玩笑，你走，我们绝对不拦着。随后我就走了过去。你们要记住哦，我家只收留女生哦。拽什么拽？我们刚才真不该放走他，我就不信他还真敢嘎人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总是找2楼住户借厕所，他们都烦了。再忍忍吧，天黑后暴雨要是还不停，肯定会有救援来接我们的。这么多底层住户受灾，我不信官方会视而不见。力哥，要不然我们游出去吧，我还有个出租屋在高层，一起去挤挤吧。我穿着一身阿玛尼，那洪水那么脏，你让我下去游泳？还有你那破房子跟狗窝似的，去你那里还不如去5星级酒店。我裙子昨天买的，我可不想弄脏。我来大姨妈了，也不能。我前几天刚割了痔疮。我回到家中，将门关上，3道锁的钢板大门，外面抡大锤根本打不开。时客厅里堆放着几10个大箱子，里面都是我购买的药品。那个业务员确实有本事啊，难怪说双倍钱啥都能搞到手。客厅和卧室墙壁上各镶嵌着一个真火壁炉，这东西老贵了，双壁炉一开，就算是零下70度，也能将这个120平的房子暖起来。不过我现在太累了，出去找物资，一晚上都没睡觉，直接躺在沙发上睡了过去。2小时后被一阵嘈杂声吵醒，我来到阳台查看，发现洪水非常生猛，10米以下全被淹了。不过我一点都不慌，来到客厅，放出一盘牛排，一杯82年拉菲就吃了起来。此时手机响了，不用开就知道是苏软软他们打来的。熊墨，你能不能让我们去你家休息下？洪水快淹到4楼了。想来我家了？那你做好心理准备了吗？什么心理准备？当然是跪下求我。此时张丽一把夺走了他的手机，当场就摔了个稀碎，这家伙气得脸都绿了。此时门被敲响了，张丽势必要找回面子。熊墨，你给我出来！刚才拿着刀不是挺牛吗？不过我懒得管他们，一句话也不说，并且把音乐打开听了起来。这家伙还有心情听歌。
够了。什么够了？他侮辱你就是在打我的脸，我今天必须要让他受到教训。不过是一句话，我又没少块肉。这话让张丽很不爽，也不管在场人多人少，直接发火。你是不是还对熊墨余情未了？我就知道你还喜欢他，那小子有什么好的？不就是长得帅点吗？别说了，我现在只想睡觉，再让我在楼道里我就要生气了。你 TM 的算什么东西？要睡觉回家睡去。此时这个妹子转身就走，你抽什么风啊？苏软软连忙追了过去，那个小女孩可是重要的项目合作伙伴，好不容易邀请过来的，现在一时上头把对方气跑了。于是张丽立马就追了过去，刚哄好，我就主动打来了视频电话。这张丽接的时候就想问候一下亲戚，只不过看到画面傻眼了。我此时82年拉菲喂狗，吃剩的牛排也喂狗了，一群人不停的吞口水，愣是说不出一句话。哟，看来今晚你们又要在楼道里过夜了。张丽，你这不行啊，你怎么能让那么多女孩子住楼道呢？哎，不说了，我要去泡个舒服的热水澡，你们谁想通了记得给我发消息，仅限女生哦。熊墨，我跟你没完。我看了一下手机，发现自己又被拉回了业主群，群里的大妈正在安慰大家不要慌张，可却引来了很多不满。因为他之前阻止大家出门抢物资，现在洪水更大了，大家根本没囤多少东西吃。随后我打开了21栋楼的业主群，张丽正在花钱借宿。各位，我是101的业主张丽，谁家方便借宿？家里最好有多余的食物，我们已经1天没进食了。各位，我也知道我们人多，不让大家白帮忙，3000借宿1晚上怎么样？饭菜另外付钱，明天救援队来了我们就走。不过没人同意，他不断加价到15000，重金下终于有人同意了。不过这都是引狼入室，他们这么多人到时候进屋了，根本赶不出去。放下手机，我直接一觉睡到了第二天早上5点。此时小区的水位还在持续上涨，4楼已经淹没了一半了。我给波奇塔留了1天的狗粮，就出门找物资了。我开着冲锋舟时速50公里的加持下，朝着江东区驶去。期间还碰到了一队救援队，他们正在打捞已经上西天的人。小小的橡皮艇上已经堆满数十具归西的，再打捞下去，连自己坐的位置都没有了。此时我听到一个声音：“兄弟，先别走。”这个人不断的向我挥手，我一眼就认出此人，他是蓝天救援队的陈振国，上辈子还救过我的命。于是我就来到了他这里。兄弟，现在是非常时期，全城的救援工具不够用，我暂时代表组织想征用你这条冲锋舟，不是强制性的，你看方不方便？不方便。不过我看到那边还有一个冲锋舟，不知道能不能用，我去帮你看看。那就麻烦兄弟帮忙过去看一下吧。随后我转弯开到了一个无人的角落，从空间取出一个满油的崭新冲锋舟，就慢慢的拽了过去。陈队，我看了一下，这个是新的冲锋舟，就是不知道有没有油。谢兄弟，刚才真是唐突了，你帮了我们大忙，一会儿小心点，水面上现在尖锐的东西太多了，你自己注意一下。陈队，我有个建议。什么建议？别急着救人，人是救不完的，真的要想救更多的人，最好是集中力量收集过冬的物资。随后我就驾驶冲锋舟离开了。陈振国想不明白为什么要收集过冬的物资，现在明明是夏天。不对，他怎么知道我姓陈？而我在附近水域逛了许久，发现了几条渔船，不过附近有人看着不方便行动，只能等天黑再过来了。水面上有很多物资，估计都是从商场里飘出来的。我拿出一个钩子，将它们勾到船上。第一件物品就是某明星同款豪华床垫，价值200-300万。我在外面待了1周，前3天的时候白天挑挑拣拣的样子，只要没人路过，我就塞进空间里。晚上的时候就疯狂了，直接看到什么收什么。漂浮在水上的原木都收集了数百吨。路过的军方和民间救援队对我这种行为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毕竟他们救援都忙不过来，全城老百姓饿肚子。看我这年轻人这么拼，指不定身后要养1栋楼，甚至一整个小区。有人喊我了吗？直到第3天傍晚，一个某区长的人物找到了我，想要将我打捞的物资分配给严重缺乏食物的小区。作为国家贡献者，洪灾结束后，组织上将颁发荣誉证书，还会奖励一面锦旗。
我低着头一声不吭的将船上的几箱牛肉罐头还有其他物资丢给了他，推动最大马力掉头就走。同志，我们不是要没收你辛苦打捞的物资，我们是想请你帮忙。从这时起，我就不敢在江边浪了。后面4天找了个潜水装备，直接去水下找物资，这效率比在水上高万倍。整个水下都是我的世界，没人打扰我，见到什么收什么。金银铜铁、五金零件几百吨，各种电子零件、精密机床，有些是封装，至于能不能用无所谓，全部收进空间。各种工地上的挖掘机全部收走。极寒将至，3个月的天寒地冻。到时候水下这些东西全部冻成冰块，想要打捞都难了。各种集装箱，管它里面装的什么，直接收。我还逛了几10家药房，而我现在拥有的物资吃10辈子都吃不完，上辈子真是饿怕了，导致我现在看到物资就两眼放光。囤货人永远都觉得囤的不多，而小区群里哀嚎声一片，一包方便面超到了100块金币都没人肯卖。张丽他们住进邻居家，2天就吃完了食物，后面赶都赶不走。夜色降临，极寒将至，我此时也抓紧时间驾驶冲锋舟往回赶了。回到家，中波奇塔都饿得走不动路了。你还知道回来？你知道我这一周是怎么过的吗？出去了1星期，把狗子给忘了。我丢给了他一个排骨，就回到卧室休息了。这几天没怎么睡觉，不过睡到半夜，我迷迷糊糊的听到了波奇塔的叫声。我感到一股刺骨的寒冷，猛地睁开眼睛，发现极寒已经降临。我将恒温衣穿到里面，并且点燃了火炉。波奇塔叼着一个抱枕就坐到了火炉旁边，而我的手机也响了起来。小心啊，千万别睡过去，这天气有点不对劲。刚才还20度，突然就零下30度了，好像还在降温。老孙还要通知别人，就急忙挂了电话。而外面已经铺上了一层冰霜，突然发生的50度温差让很多人措手不及，气温每分钟都在下降，天亮的时候将达到零下70度。冰河世界这极端的天气将导致几亿人归西。现在外面已经下起了鹅毛大雪，无数人被冻醒，赶紧起来找保暖衣物。但这里是南方，往年最低气温也才零下10度左右，那些衣服根本扛不住，还有些潮人连羽绒服都没有。最惨的还是张丽他们，张丽带着10几个人住进602，就找出来2件衣物。瘦猴也带着10几个人住进1101，同样找不到保暖衣物。而熊墨的姑姑此时想找熊墨拿点衣物，突然看到旁边那一群人，就算把衣物拿回来了，也会被这帮家伙抢走，一会儿只能以亲戚的名义住进熊墨家了。你去哪儿？别乱来，我去找熊墨拿点物资。他答应你了吗？没有，电话被拉黑了。怎么说，我也是他姑姑，到时候我拿到物资肯定分你们一半。瘦猴子这帮人自从住进这里，别说给钱借宿了，食物全被抢走了。现在这帮人一点都不信，于是就一起上楼了。张丽此时也厚着脸给我打电话，物资我不白要，我花钱买，你开个价还不行吗？冬衣你没有，那厚被子总有吧？再来点方便面、面包、馒头，你总不会说连这些都没有吧？于是我将桌子上的这些烤串、无鸡汤拍了个照片发了过去。不好意思啊，你说的方便面这些我家真没有，我家食物也不多，还要养一条狗子，我真的无能为力啊。他们几个人缩在一起抱团取暖，看到照片上的食物疯狂的吞口水，他们甚至忘了我和张丽的仇恨了，想让我送食物下来或者住进我家。你们觉得他会开门吗？众人反应过来后叹了一口气，只有602的房主杨思田和小太妹一脸懵。你们究竟和熊墨发生了什么事呀？再大的矛盾也不至于不管你们活不活呀。此时张丽丽和瘦猴子一群人终于爬了上来，原本几分钟的楼梯，他们足足爬了1个小时，每一步都是煎熬，寒风吹得浑身疼。他们甚至在路上还想着，只要我敢开门，他们就立马冲进去。于是张丽丽就按了门铃，听到我的脚步声，顿时激动了起来，马上就能吃到肉了。谁呀？小熊啊，我是姑姑。有事吗？你先把门开开，让我们一家进屋说话行吗？不行，有什么事赶紧说。小熊啊，我们一家好几天没吃东西了，你借我们一点吃的和被褥厚衣服吧。冬衣我自己要穿，食物我自己都不够吃，物资是不可能给你们的。此时张丽丽听到这句话，下意识的就开骂。你个没良心的小崽子，我可是你的亲姑姑，问你拿点物资怎么了？跟割肉似的。
他甚至还问候了熊墨的家人，在场的所有人都被惊到了。本来是来求人的，这一点求人的态度都没有。不过我一点都不生气，早就猜到他们会气急败坏。你们回去吧，看在我爸的份上，我一会儿给你们送点儿。此时瘦猴子见情况不妙，连忙跑到门前。熊哥，我们好几天没吃东西了，好不容易爬楼上来，都快冻嘎了，根本回不去啊！求你开门，让我们暖和一下，一会儿就走。此时我懒得搭理他们了，这群家伙都一个目的，那就是等我开门，然后就强闯进来，我直接躺到沙发上，随便他们怎么折腾，反正我是不可能会开门的。他们在外面甚至骂起了张丽。熊哥，熊总，我们知道你和张丽有恩怨，但是不关我们的事啊，都是张丽威胁我们几个的。如果不帮他打下手，就把我们开除了。你放心，等灾难过去了，我们一定为你作证。是张丽他们伪造证据，联合其他公司给你下套吞并工厂的。瘦猴子越说越激动，直接把张丽他们骂得连地上的垃圾都不如。要么回去等着，要么留在原地被冻成冰块，随便你们。而且此时我还跟张丽通着电话，是我刚才自己拨过去的。张丽还以为我一时心软，不忍心这些老同学变成冰雕，所以施舍一下，没想到竟然是为了给他听瘦猴子说的话。真是为不熟的一群白眼狼。而我就喜欢看他们自己人内部争斗。陈强也搬到另一个房间了，因为他突然意识到张丽和熊墨仇恨太深，所以要是想求熊墨点物资，是绝对不能跟着张丽的。张丽突然意识到瘦猴子已经为了物资背叛了他，现在不能得罪陈强他们了，毕竟他还需要陈强充当打手，狠狠教训一下熊墨。还得先把陈强他们拉拢过来，等天灾过去了，我就立马把他们开除了。各位，我有办法搞到物资，不但能让大家暖和起来，还能让大家吃到热腾腾的饭菜。真的吗？而我此时在叫波奇塔怎么往火炉里加柴火，就听到了手机铃声，是苏软软用备用手机发来的信息。能聊聊吗？这群人这么快就想用女人对付我了吗？怎么终于想通，要跪下来求我了？你就不能好好说吗？不能，再见。现在群里人已经吵翻天了，洪水过后极寒来临，电力系统要不了多久就停了。全国网友根本打不通救援电话，只能在各种聊天群嚷嚷着。真的是要世界末日了吗？一睡醒来零下30几度，还在持续下降。8月飞雪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气温从29度直接下降到零下40度。突然之间70度的温差，这谁顶得住啊？这世界要疯了吗？此时居委会大妈家的门正在被一群人敲击着。王大妈，你给我出来！要不是你拦住大家不准出去抢购物资，现在我起码还能多撑几天。没错，食物能补充能量，还能更加抗冻。王大妈，你给我出来！你不是说救援会送物资上门吗？每次都是明天，都多少个明天了？好啊，你不吭声是吧？等着吧你！随后他就叫了几十个人，疯狂的踹居委会大妈家的门。他顶不住压力，就在群里胡编乱造发了消息。军队官方打来了电话，他们已经开始行动了，只是路上道路太复杂了，全是冰，只要再撑2到7天，他们就会赶来。2到7天，那时候我早凉透了。1天我都等不了，明天我见不到食物，我就直接踹开你家门，送你上7天。我此时一边吃串一边看着手机群，王大妈看着群消息，真的被吓到了，害怕他们真的破门而入。除了军队行动的好消息，还有一个命令，那就是每家人都必须拿出物资来进行统一分配，由我们居委会进行分发，保证每个人都能吃到食物。这个好，我家没食物了，快点吧！关系到大家的生命安全，希望你们积极配合，要不然事后会被刑事处罚的。随后王大妈每栋楼挑选了一个人当楼主，负责收集物资与分发，一共30人，包括他自己。我一看这名单就觉得不对劲，上面一些人都跟王大妈沾点关系，上一世他收集了物资就没有公平的分给大家，他们一帮人自己吃的满嘴流油。居民们反应过来后想上门拿回自己的物资，却被他们按在地上起不来，他们回去后就饿得归西了。我不同意，每栋楼的楼主名单应该按照大家的意愿进行投票。熊墨，你怎么回事？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妨碍各个楼主的工作？下一秒我就将一些食物放了出来，10斤面粉，2把面条，1袋水饺，4个鸡蛋，5斤土豆和红薯，
还有一块冻得和石头一样硬的猪肉，我拍了个照片发到了群里，堵住他们的嘴。各位，这是我家里仅剩的食粮了，我自己只留了一个鸡蛋和一把面条，其他全部拿出来进行分配。我不反对这个方案，但是楼主名单有问题，一帮亲朋好友和利益对象组成的楼主团队，这里边没点猫腻，你们信吗？此话一出，大家表示确实应该投票选择，甚至有人推荐我当楼主。各位，我最近在事业上受到了一些打击，实在没有心情管别的事，我推荐老孙当21栋楼主，他经常帮助大家，咱们都有目共睹。于是老孙就顺理成章的当上了楼主。我开门将物资放到了门口，却发现老孙打开对面门跑了过来。小邢啊，你只留一把面条怎么行？这么大个斗，一把面条能称几顿？这袋泡面你留下，我老儿还悄悄留了一点。你怎么会住我对面？小区保安是有自己的休息室，但是洪水已经淹了，我还以为老孙住在8楼的队长家。跑过来一个小孩，他也是帮忙带的，他的家人都已经不在了，所以有点自闭，随后就把孩子丢给我了，拿上物资就走，他说过几天不忙了再接走。我去大爷了，上一世邻居们有心将他接走，只不过撬门进入的时候已经被保姆熬成了汤。这一世有老孙在，或许这孩子的命运能改变。我将他带到火炉旁待着，他不哭也不闹，一句话也不说。果然如同老孙说的一样，有点自闭，这样我正好也省事了。我看了一下手机，瘦猴子他们已经回去了，并且还在惦记着我的物资。熊哥，我们已经回到11楼了，你不会把物资全部上交了吧？是的，我也很无奈，本来有心分你们一半，但是组织上下达了命令，我要是不交会被追责的。熊哥，你不能这样啊，我知道你肯定还留了物资，求你帮我们一次，我现在就可以写你和张丽的证词。瘦猴子自己说了一大堆，却没有得到我的一句回应。而熊墨的姑姑因为熊墨没送来物资，一时生气，一个大笔兜。准备结婚的未来儿媳妇当场归西了。此时15楼的泡面煮好了，各个业主取出家中最大的盆子，顶着寒风出门领饭。不过到了才发现，根本没有想象中的美味泡面，只有6个大桶里面满满的汤水。这到底是什么玩意儿？没有泡面，只有汤，这怎么吃啊？你们到底会不会煮这种像泔水一样的谁吃啊？要我看，他们是把泡面吃了，只留下1桶汤水。你们是不是眼瞎？泡面不都在里面吗？整栋楼50-60人，不切碎了煮怎么分？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嫌这嫌那的？为了这锅汤，我把家里最后的半碗猪油倒了进去，你们还想怎样？干脆都别吃了，饿着吧。一群人饿得饥肠辘辘，不得不压下情绪，一个个排队打饭。21栋，张丽他们派苏软软和杨思甜去打饭。毕竟只有他们有棉服，小太妹虽然也有棉服，但她是合作伙伴，不能得罪了。等他们2个来到楼主这里打饭，却傻眼了，只有2个拳头大小的碗。不是按人头分吗？怎么就这么点？我们屋里还有10几个人呢。是按人头分啊，物业名单上有多少人就分多少份。那怎么能行呢？就算他们不是小区业主，你们也不能不管吧？楼主老孙说了，食物就这么点，当然要优先保障小区自己人。你们不喝是吧？那给我喝吧。他们赶紧端着碗，一口气喝完了。可恶，你们2个竟然自己喝完了。众人脸色铁青，都没想到他们2个拿着空碗回来了。别怪到我头上，按照小区居民分的，我喝的是属于我的那份。别忘了我们的计划，一碗破汤有什么？等我们搬进熊墨家里，吃鸡蛋面不好吗？你们不会真以为他会把食物全部拿出去了吧？杨思甜回到自己房间，给熊墨发了个好友申请。阿莫，我们谈一谈吧。太冷了，方便直接语音吗？不方便。你在做什么？怎么会不方便？吃水果喽。阿莫，我知道你现在恨我，但工厂的事是张丽逼我的，人家还暗示过你好几次，你都没注意我。你在装什么？你觉得我会信吗？现在都末世了，城市都快毁了，哪里还有工厂？我懒得搭理他了，切换到了群聊消息查看，他们已经在群里吵了一夜了。千万不要告诉我真的要世界末日了。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，我们集体在做梦，梦到世界进入了冰河时代，现在只是身在梦中，家里的衣服能穿的都穿上了，还是觉得越来越冷，我是不是要不凉了？刚才是谁在喊需要速效救心丸？我已经找到了，你在哪一栋？不用了，谢谢，人已经走了。
已经有人开始归西了，谁都不知道下一个会不会是自己。毕竟零下70度，再加上没有食物，没几个人能抗住。此时老孙抱着个箱子跑了过来。老孙物资收的怎么样？不行，木真人都很少有等面试的，大部分人现在都拿不出来了，一直靠活水充饥，收集到这点已经很不容易了。小心啊，这天气真有点不正常，是不是世界末日了？任何事都有可能，做好应对准备吧。小心，你把孩子抱起来吧，我先带走。我立马不带犹豫的塞给他了。老孙，之前不知道你帮忙带孩子，我建议你把孩子送出去，或者让别人当楼主。总之你只能管一个。只是先等等看吧。不过我发现整栋楼都不愿意把食物分给张丽他们，你自己也要小心一点，他们很有可能会狗急跳墙。随后老孙就走了。我躺在床上准备睡觉的时候，杨思田发来了一个消息，因为他的厚被子被张丽一帮人抢走了，自己躲在柜子里取暖。熊哥，这帮人要害你，他们要用陈强女朋友骗你开门，只要你肯收留我，我可以帮你解决掉这个麻烦，我愿意当你的刀。此时我困了，没有回他消息，直接进入梦乡，一直睡到下午起来涮火锅。不过吃着吃着，听到一阵争吵声，是张丽一帮人。靠，我们自己都不够吃，凭什么分给你们？毁了大家的食物，我削你！敢硬抢，这就是下场。而老孙打电话过来，说是张丽他们不小心打翻了一桶疙瘩汤，业主们急眼了，随后就揍了张丽他们。过了一会儿，张丽就打了电话过去。熊墨，我知道你家还有很多物资，我花钱买你开个价。你脑袋被核桃夹了吗？你花我的钱买我的物资，那又怎样？现在钱在我手里，你有本事就让警察拿走。警察来之前，你说你会先被冻嘎还是先被饿嘎？张丽很是生气，然后威胁熊墨：你要是不卖给我物资，我就把你家里有大量物资的情况散播出去，有你好受的。你可以试试，不过你还是先担心一下你的同伙吧。一群人早就忍不了张丽了。张丽，我告诉你，我们这些人都是因为你才过来的，都饿了好几天了。你要是再搞不到物资，别怪我们不客气。你去吧，到时候骗熊墨开门，进屋后找机会敲晕他。苏软软现在有点矛盾，因为外面太冷了，就算穿着棉袄也扛不了多久。还有就是熊墨对他的态度，导致他没有信心。谁呀？是我，软软。我一脸震惊，没想到外面这个头发乱得像鸡窝，脸色蜡黄，眼下乌青的人竟然是苏软软。我一脸嫌弃地说道：不认识，快走开。我来到客厅，将电脑放了出来，开始下载电视剧。毕竟马上要停电了，到时候想看都没得看。电视剧、电影、动漫、综艺、小说全部下载上，足足存了30个 U 盘。有时间得去一下图书馆了，将里面的书全部收走，因为集含3个月书本也成了群众的取暖材料。现在城市的电力系统和燃气出现故障了，大家都开始着急了。不过我一点都不慌，因为我囤了发电机。我突然想起张丽他们已经3天没找我了，实在是太安静了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还是给老孙打个电话探探情况吧。我刚拿起手机，就听到一声巨大的撞击声，显然是我家门发出的声音。我通过猫眼查看，张丽他们一伙人全来了。张丽、陈强、瘦猴子他们几个还搞来了几身军大衣穿在身上。这帮人看来是找到合作对象了，给了他们点厚衣服。我去，这门是改造过吗？撞了这么多下，纹丝不动，连个痕迹都没有。哈哈嗨！我说什么来着？他家肯定有吃的，还养着狗呢。说的对，挨饿的狗肯定叫不来这么大声音。熊墨，欠你1分钟吧，物资交出来，狗也要交出来。这帮人还在各种威胁，我直接从空间放出来一个水管接到猫眼上，打开开关，下一秒就听到他们的惨叫声。外面零下70度，水淋到他们身上瞬间结冰，水接触到皮肤就跟刀割一样疼，他们吓得接连后退。其他人冲上去也是一样的下场，他们尝试了几波都无法靠近铁门，就只能逃走了。熊墨，我一定会把你捆起来溜出去洞打你。尽管来吧，让我们看看谁先嘎。为了调查他们背后的人，我拿出手机给老孙打电话，发现已经关机了。老孙手机关机，难道出事了吗？还是说老孙也加入了对方的阵营？就在这时，听到了门口老孙说话的声音：小熊啊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
我不知道老孙的身份，就没有开门。不过老孙看我没有开门，也很理解，就主动解释道：“我这2天刚发现不对劲，有人在南征拉帮结派，我不知道要对付谁，本想调查清楚，没想到他们这么快就找上你了。”老孙，你手机怎么关机了？手机被灯坏了，开不了机了。你先回去吧，我一会儿在门口放一个对讲机，你1分钟后过来拿。等老孙走后，我直接从空间放出一个对讲机，随后他就拿走了。我们联系上之后，准备干一票大的。你可以拒绝。难道真的要到这一步了吗？我倒是没问题，不过我有一个条件。你放心，物资肯定让你满意。物资少给或者不给都行，我先把孩子放你那里。不行。小邢啊，我这还有点物资，你拿去喂他就行，只是暂时去你那里，等你的事了解了我会接走的。老孙，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？都漠视了，自己都朝不保夕，你能管得了他到几时？小邢啊，你不等，我腿残疾了，又没有老婆孩子，这孩子已经很活泼，还经常喊我爷爷，我把他当亲孙子啊。他父母走后，在军队里的哥哥坐着高铁往回赶，177带很出行的那天就失去联系了，恐怕凶多吉少。小邢啊，我只是暂时放你那里，之后我再想别的办法。看在他父亲是一名烈士的份儿上，暂时，只是暂时。我还以为老孙会说些什么，没想到已经来到门口了。小邢，我去，这速度也太快了！开门后发现老孙大包小包的一大堆，这些都是啥呀？厚衣服、厚被子，还有食物。我打量着那一小袋食物，那里面很有可能是老孙最后的食物了。我只拿衣服就行了，其他你带回去吧。随后就把孩子拽了进去，放到了火炉旁边，然后从中间取出面包、鸡蛋、面条、水饺、包子、玉米、土豆，然后丢给了老孙。老孙一脸震惊，没想到我竟然随便都能拿出这么多物资。你只管找，有点小心思都不要紧，心术不正的再孔武有力也坚决不能要，这些货色不值得我浪费一粒粮食。没问题，我现在就去联系找人。我回到客厅，丢给了套娃一个苹果，这孩子给啥吃啥，一句话都不说。我走到火炉旁，准备做晚饭了。从空间拿出来一个羊腿，放到了火炉上烤着，然后再煮一锅八宝粥。熊墨，限你1分钟给我开门。我去，又来了。我们已经闻见肉味了，你果然私藏了好东西，不想被整栋楼攻击，就乖乖把物资交出来。张丽一边砸门一边叫嚣着，卷土重来的他们错开猫眼的位置，进行两边站位，真是没事找事。我从空间里放出了水管，并且安装了一个全方位360度的喷头，打开开关，外面就传出了嘎猪般的叫声。跑得快的被喷了一头的冰水，跑得慢的就像被淋了一场冰雨。陈强的半个耳朵还被冻掉了。张丽，瘦猴子，快送我去医院！他们都沉默不语。现在外面冰层10几米深，早就没有医院了，而且在外面最多待20分钟，四肢僵硬，行动缓慢，再晚点进屋就被冻成冰块了。先撤，我们先撤。哟，这才几分钟啊，这么快就回来了，真是废啊！他要是不废，会自己主动戴帽子吗？此时从另一个房间里走出来一个男人，里面还有正在哭的苏软软。我提供物资可不是为了跟一帮废物合作，这么多人都攻不破一道大门，要你们有何用？他们最初发生矛盾的时候，张丽他们10几个人还打不过对方5、6个人，只能被迫合作。小邢啊，我打听好了。那人是谁呀？是我们的副队长，外号刀疤哥，已经踩过缝纫机，有个关系户，所以当上了副队长。还记得之前王大妈制定的漏据名单吗？当时写的咱们21等的漏据就是他。原来如此，我这是断了他的财路啊，恨上我了。带分那天，刀疤哥和我们队长在一块聚会，所以暂时聚到了一起。这几天刀疤哥开始欠物资和女人，我们队长见面反对他的行为，结果被打了一顿，队长被他光了起来，还有张丽女朋友和其他几个女的都被光了起来。小邢啊，我们什么时候动手？我已经忍不住要削他们了。另一件事办得怎么样了？正在办，大部分人都不愿意动手，3年胆小。不必强求，那帮人不是什么好鸟，等他们被逼得无路可走了，自然会主动找你。当天晚上就传出了惨叫声。你们干什么？还有没有王法了？求求你们，这是我家的最后一点食物了。不只是21栋，其他29栋楼都发生了类似的事件。1天、2天、3天，这些业主本来就饥寒交迫，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，面对一群凶神恶煞的玩意，根本没有反抗能力。
此时我接起电话，对面并没有说话，只有哭声，而且那帮人不在，这是他唯一的一次求救机会。阿莫，求你看在以前的份上，救救我吧！只要你拿出一点点物资，他们肯定愿意交换。我为什么要救你？熊莫，只要你肯救我，我就给你当女仆。我不收垃圾。现在这个世界已经彻底乱了，杨思甜和小太妹差点被卖了，因为刚才他们这个屋子里关着10几个女生，就在刚才全部被抓走卖掉了。不行，外面有守卫，根本跑不了。就算能跑，又能跑到哪里？他们控制了好几层楼，要是没人收留我们，还是会被抓回来，或者在外面冻成冰块。但那群人只给3天时间，3天时间咱们还能依靠谁？我宁可从这里跳下去自嘎，也不想变成他们那样。你救了我的命，还一直护着我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带你逃出去。要是不能，我们一起跳下去。或许现在只有一个人能救我们了。我此时在阳台拿着望远镜观察，张丽他们带着10几个女的走进了第10栋居民楼，然后进入了9层。开门的是王大妈，给她留下2个人后，就带着其他人分别前往其他楼层换物资。苏软软、李思思都在里面，都是曾经的班花，现在只能被抓走用来换物资，真是可笑。倒是那个王大妈确实有点本事啊，本以为她一把年纪了会被冻成冰块，没想到还脸颊有肉，活得挺滋润，还干起了大买卖生意。还有那第10栋楼，怎么会有那么多人有物资？这里面水恐怕挺深。此时对讲机响了，说真了，指定这些人还不等你，不是舍不得房子，就是担心这个担心那个，现在意识到自己和家人的处境，都等你听你的安排，只是他们有一个条件，希望你能提供物资。当然前提是听话，已经受够了他们的骚扰了，如果再隐忍下去，等他们收集好更好的物资，就会对我不利了。所以我打算建立自己的势力，我出物资，炮灰就肯出力。我们商量了2小时，决定今晚行动。我正准备回屋的时候，瞥了一下14号楼，竟然有一个女人在向我招手。我用望远镜查看，是一个很年轻的女生，看气质还不错，应该末世前试囤了不少物资，没有挨饿。我看了一下她手里的写字板，上面有一个手机号。这女的谁呀？我拨打了对方的电话。熊莫大佬，请收下我的膝盖。通过电话沟通得知，她是一个宅女，家境不错，经常囤物资宅家追剧。没想到末世降临了，这几天已经有人砸她家门了。大佬，我这儿还有一点物资，跪求你家客厅的一张沙发。不行。不要啊，熊莫大佬，我会带孩子，我会养狗做饭，只要您是1元首赏小的一张沙发，我就是银河系最忠心、最尽职尽责的小保姆。会带孩子倒是有点用处，你舍得你家房子吗？小命都快没了，要房子还有啥用？行，让你住我家是不可能的，我可以给你安排其他地方。凌晨2点，楼道里一群人悄悄地开门，轻手轻脚地走了出去，跟着老孙上楼。而我一改往日的懒散，为了安全着想，戴上头盔，穿上防弹衣，背上斧子，手拿电棍，全副武装走出大门。我悄悄地来到了15楼，所有搬家的邻居都聚集到了1502。第一件事就安排他们饱餐一顿，女人负责煮饭，而其他男人则是聚集在另一个房间商量接下来的事。人都到齐了吗？没有，还有2副没有来，一副是受到他家人的遗弃，另一副是害怕刀疤哥的报复。无所谓，胆子小能成什么大事，大家都是老邻居了，我也不说废话了。现在什么情况你们自己深有体会，愿意听话的物资管够。熊莫，你手里的物资真的能管我们这么多人吗？我能出去找物资，你们能吗？这几天你们偶尔能吃到老孙送的食物，都是我晚上出门冒险找回来的。这次合作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敌人，一会儿我就让你们开始行动了。现在有想退出的，吃了这顿饭就走。如果你们后续加入了其他阵营，到时候别怪我不客气。我这么一说，都有点震惊，没想到这么快就要行动了，想到一会儿就要拼命，都开始有点犹豫不决。都别靠楼了，你们今晚不拼，那明天晚上刀疤哥可能会找上门了，显现你们的家人，他们到时候会睁眼，实在不行，一会儿我第一个冲上去。本来大家都有点求生欲，老孙这么一说，大家都觉得确实该拼一次了。随后所有人都来到客厅吃着鸡蛋面，这些女人对接下来发生的事心知肚明，自己忍着饿，把碗里的面条夹给自己的男人，吃饱了才有力气。
有力气就会少受伤。我把老孙叫到了外面，给了他一盒饭，有菜有肉。我去，竟然有肉！你不会是把你家狗宰了吧？狗子精得很，现在越来越听话，我可舍不得嘎。一会儿你别傻乎乎的冲在最前面，在后面监督就行。把最拼的人头记下来，付出的多自然要有奖励。还是让我带斗吧，我对这些一具横尸病尸都是老好人，没人带斗他们狠不起来。10分钟后，老孙带着他们来到了801门口，我走在最后，监督他们看看他们的决心。老孙掐着嗓子喊道：队长，开门！谁呀？我发现有人偷偷跑出去了，很可能是姓穆那狗贼。你看花眼了吧？就算真跑出去了，这么冷的天，他也会回来，明天再说吧。我看他背了一个很大的包，会不会是猜到我们要对付他，已经跑路了？一听熊墨要跑路，他就开门了。老孙立马就冲了进去。我去，老孙这么猛的吗？与此同时，其他人也一起冲了进去，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。张丽他们听到动静，从842冲出来，却被喷了一脸辣椒水，就关门回去了。附近的几栋楼里的人都被这些动静惊动了，纷纷趴在窗口打探。而杨思田手拿咸鱼化身母夜叉，一顿砍，带着太妹趁乱摸了出来。我看他们没有冬衣，快被冻成冰块了。先去15楼，一会儿都等老孙安排。不用，我说了要帮你嘎了你的仇人。小太妹，你先上去吧。随后他就拿着咸鱼又冲了进去。我去，这女人凶的一批。原定的计划是3分钟，不论结果如何都不能恋战。老孙该撤了。老孙他们立马全部冲了出来。张丽听到了我的声音，愤怒的也开门冲了出来。熊墨，你个混蛋，我非得嘎了你！怎么不是要嘎了我吗？8楼糟八哥这帮人都伤得不轻，都还处在惊心动魄的恐惧中。而我临走前大声喊道：爬出这栋楼，天亮之后如果还敢留在这里，就嘎了你们！大获全胜，老孙带着他们回到了1502休息，而我回到了家中，脱下了装备，睡觉去。半小时后，老孙来了。这次动手伤了2股，伤的不正，就是这天气不爆炸的话。我刚才一直在监督，不管是出于报仇心理，还是单纯的为了表现，受伤的2个的确冲得很猛。于是我关门回家，假装找医疗箱，从空间拿出来后就交给了老孙。明天我再出去找点儿。其实我有很多医疗箱，但我不能暴露了，只能说再出去找。我看老孙脸色不是很好，就问了一句：老队长怎么样了？人刚走，还有个嫁到外地的女儿，也不知道能不能联系上，联系上了也不知道该怎么交代。我一定要得了刀疤哥这帮人。别冲动，咱们这次能大获全胜，靠的是攻其不备。他们要是有准备，恐怕事情不好说。你要是再冲过去，只会搭上小命。他们这次有很多人受伤，加上极寒，恐怕扛不住今晚的。老孙不要着急，以后慢慢算账。我明白，迟早有一天我会夺了他们。一会儿你把其他人叫上来，我有事情安排。老孙回去后，我从空间取出几块铁板、发电机、柴油、零件、电焊等工具，然后放到了门口。之前想改造天台花园的，所以买了工具一直没用，现在正好派上用场了。在我的安排下，9楼楼梯间安装了一个大门，并且通上电。如今整栋楼都是我们的了，如果有人敢冲过来，不被电嘎也会被电晕。留下了2个人看守大门。15楼作为临时食堂，发电机就留在了这里。天刚亮，刀疤哥就在老孙的威胁下离开了。这笔账我刀疤记下来，你们有一个算一个，老子都要弄嘎你们！来呀，别叭叭，你现在就嘎了我！接下来我准备出门找一下物资了，我总不能一直从空间里取出物资，这样会引起他们的怀疑。老孙，接下来这栋楼就靠你守着了，我要出去找物资了。小心，别走太远，这个天气没人能扛得住。随后我就穿上高科技恒温衣和溜冰鞋出发了。附近居民楼里的人看见有人外出，久久回不过神。毕竟零下70度，他们根本扛不住。有人羡慕嫉妒，有人起歹心，不过他们扛不住极寒，根本不敢下楼。在我滑了几公里后，竟然碰到了一批人马。他们看到我后，立马冲我吼道：把鞋子脱下来！这反应速度看来是惯犯啊！我的速度不减反增，直接冲了过去。他们连我的衣角都没有摸到。外面的世界非常冷清，除了刚才那批人，
我再也没有看到其他队伍了，甚至连小动物都没有。又滑了几公里，终于来到了一个百货大楼。我空间里的食物有很多，就算是一个军队，我也能供养2-3年。如果是那样的话，我招收的手下会怀疑我的食物从哪里来的，人心险恶，说不定就被切片研究了。这里一半的建筑被埋到了冰下。我找了一个高楼翻了进去，还真是来对地方了。这层都是美食区，我直接一路横扫鸡鸭鱼肉蟹，我全部装进空间里。而且那些桌椅板凳我也不放过，我就像是一个灭世龙卷风，所到之处寸草不生。健身馆、服装城、名牌包包全部都是我的。搜刮完这栋楼后，我就回去了。而老孙他们已经等了着急了，害怕我出现意外。老孙把门打开，叫人下来搬物资。而我快到小区的时候，就放出来一个简易货架，然后拖拽回去了。他们看到我竟然带回了这么多物资，还有肉，都非常兴奋。毕竟天灾降临，他们很久没有吃到饱饭了。熊哥辛苦了，熊哥威武！赶紧上去堵了吧，都饿了一天了，物资有限，大家先吃大锅菜。客套话都会说，如果我今天没有带回物资，他们就不是这样对我了。当我回到23楼后，这里竟然站着3个女的，分别是杨思甜和小太妹龙小云，还有今天刚来的齐柔。熊墨大佬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我等你一天了。这里什么情况你们也都清楚，我是不可能会养一个吃白饭的饭桶的，不会战斗就听老孙的安排，做力所能及的事情。随后我就回到了家里，波奇塔早已学会了如何添柴，看我回来后就跑了过来求夸奖，我丢给了他一个大鸡腿，然后开始准备晚饭。而老孙这边也做了一锅大锅菜，这是他们末世降临后吃的最饱的一次。不过这些被对面19栋楼的人看到了。老大快来看，对面21栋楼的那群人竟然在吃肉，不仅在吃肉，每人还有2大碗菜。今天打算出去找点木头，早上天刚亮我就带着套娃来敲门了。这孩子是原来老孙让我带的，现在可以让手下带了。齐柔，这套娃以后就交给你带了，带得好我可以给你一个大奖励。放心吧，我保证把小乖乖照顾好。当我下楼路过8楼的时候，发现老孙带着几个炮灰在搬运那些已经冻成冰块的人，这东西真不好搬，真是又沉又冷，何必那么麻烦，直接丢下楼就行，反正都是恶人。大家一听真是这么一回事，直接就丢下楼了。而我在傍晚的时候拖着一大堆木头回来了，由于装了4个大铁轮子，声音有点大，导致小区很多人都趴在窗前查看，这可把他们嫉妒疯了。那么多木头可以烧很久了。小黄，你带一些人一会儿把木头搬进去，连夜锯成木柴。小心啊，今天1周后19等来人弹发了，却是其他29等楼整理了樱花帮，准备对付我们了。如果我们拿去物资给他们19等，他们就不会掺和。无所谓，谁敢来就永远留在这里吧。我回去后一整晚，小区里都持续发出锯木头的声音，小区里的其他人彻夜难眠，不是因为声音吵，而是羡慕嫉妒。有没有搞错？这也太奢侈了吧！他们竟然在吃裤带面，连女人小孩都能吃2碗，真是浪费物资啊！不能忍了，绿毛，你们给我去21栋熊墨那里探探情况。当他们来到了21栋这里，就拿着咸鱼敲击铁门叫嚣着，把熊墨叫下来谈话。不过里面站岗的人并没有说话，悄悄地启动了铁门的电力系统。这帮人见没有回应，想要破门而入的时候，却被电晕了过去。另一个同伴立马带着他溜了，而他们的老大王大锤刚开完会走了出来。老大，谈的怎么样了？谈个屁！樱花帮这群属驴的只想让我们当炮灰。绿毛呢？他们去熊墨哪里谈的怎么样了？绿毛他已经凉了。老大，咱们都是外地人，樱花帮是铁了心想让我们当炮灰了。要我看21栋熊墨他们还有合作的余地。合作是不可能的，他们的物资都是我的。光头，你带几个人去让他们交出1000斤木头和10斤肉，要不然我可就对他们动手了。当他们到了这里，站得很远，不敢靠近铁门，而且也没有合作的余地。行，我学了先要食物，就身上豆面卷，否则命大，海鲜或者喂狗都不给你们。随后他们就回去了，却被老大王大锤来了一个嘴巴子。你就是怂，还说绿毛嚣张跋扈，他们说话都那么难听了，你怎么不直接拿咸鱼削他们，还有脸回来？此时光头眼里闪过一丝傻意，光头手里的咸鱼捅到肚子上，用力一拧，王大锤瞬间上西天。老大，打人不打脸，
下辈子注意点。我去，你嘎了老大！我早就看他不顺眼了，咱们之前存了多少物资，省着点都够咱们兄弟撑2个月了。王大锤天天玩女人，物资都被他霍霍完了。我正在家喂狗子和72年拉菲的时候，听到了一阵电流声，喇叭声大的整个小区都听到了。喂，我是樱花帮帮主万宝杰21栋的熊墨，你听好了，根据可靠的消息，你家不仅有壁炉，取暖还存了很多物资，我劝你赶快交出来，要不然我只能请你上7天了。随后喇叭里还传出了张丽的声音，还有老菜皮居委会的王大妈都说了一些威胁我的话。老孙带着很多人下楼守在门前，一些人已经开始慌了。小邢，现在怎么办？他们又一大批人过来了，目测有40-50人，地楼肯定会失守的。你们守好门后就行，如果有人想投降或者给外面人开门的，就直接砍了。我来到阳台查看，楼下一大群人拿着武器耀武扬威。开门，交出物资！我毫不犹豫，直接从空间放出一个高压水管，大水直接从空中落下，仅3秒钟就传出了惨叫声。70度的极寒水浇到他们身上，瞬间变成了冰雕，只有1/10的人捡回了一条小命。随后我又拿出了一个电影院的专业音响，清晰的声音传入樱花小区所有人耳中。樱花帮的沙雕们抢劫不成，自己却凉了几十人，被吓尿了吧。此时樱花帮29个楼主全在这里，他们每个人的表情都震惊与恐惧。几十条人命说嘎就嘎，嘎了自己老大的光头成为了新楼主。他此时在帮主万宝杰和刀疤身上扫来扫去，思索着什么。这帮人真靠不住，我要不要带上帮主的脑袋去投奔熊墨？周边几个小区的人也有帮派，他们都听到了樱花帮主的喇叭声，以为熊墨这个人要凉了。没想到竟然反转了，后面又听到了熊墨的喇叭声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很快其他小区也知道了，老孙他们也是劫后余生。炮灰邻居们10分钟前还吓得腿软，甚至有人想主动缴械投降，现在都非常兴奋。老孙此时来到了我家门口，这帮邻居怎么样？有2个刚在一直先开门，要不是我拦着他们，早就把敌人放进来了。这2人不能留了，做掉吧。随后我就和老孙下楼了，当着所有人的面当场嘎了他们。老孙为什么？熊墨为什么要嘎了他们？大家不要慌，这2个人死有余辜，如果不是小邢及时出手嘎了外面的那群人，这2个人就会背后捅刀，把那些包都放进来了，咱们都得没命。闻言，一群炮灰邻居打了个激灵。事实上，刚才在大批暴徒的威胁下，他们每个人都曾想过开门投降，只是就算投降，樱花帮也不会放过自己的家人，所以一直在压着情绪。而今天我要让樱花帮的楼主全部归西，我用音响发布悬赏令，不管是小区的邻居还是外面的帮派，谁嘎了樱花帮的楼主就可以找我兑换10包方便面。此话一出，25个楼主瞬间吓得双腿打颤。悬赏才发布出去3分钟，樱花小区有几栋楼里已经传出惨叫声。到了后面，他们甚至分不清谁是谁了，见人就砍，有人头就有方便面。发完手里的物资，我们就关门回去了。一段时间过后，樱花帮的人全军覆没。我让炮灰邻居将樱花小区所有幸存者集合到了一起，一共45名。从今天起，樱花小区由我说了算，想活下来就得听话，我说什么你们就做什么。我让他们把小区里的尸体全部清理出去，冰势又重又冷，好多人都已经累得瘫倒在地上，目光呆滞望着天空的雪花。此时一个声音把他们拉回现实，开饭了！竟然有饭吃，管饭，我简直不敢想象。一栋的楼道里30多个幸存者都抱着一个脏兮兮的碗排队打饭。樱花帮以前只会给他们一桶泔水打发他们，现在却是热腾腾的面食。而我和老孙他们聚集在一起商讨一些事情。杨思田和龙小云查到有2个人当探子潜伏到了熊墨这里。老孙，你是楼主，你说怎么处理？老孙一脸为难，他人太心软了，狠不下心来。随后我又问杨思田，他就像一个冷血动物一样在脖子上比划了一下。那你还等什么？杨思田提着咸鱼就冲了过去，那2个人当场领了盒饭。很好，你们都表现得不错，老孙今晚给大家加餐。另外我宣布3件事：第一，外面那群人交给你们管理；第二，杨思田担任副楼主，辅助老孙管理事务；
众人都有些羡慕。老孙知道自己心软的毛病，确实应该有一个攻击性强烈的人帮他来镇场子。第3件事就是我要外出几天，你们谁会做衣服？小太妹立马站了出来。很好，其他人都散了吧。等他们走后，我偷偷从空间取出一块高科技恒温衣布料，还有一台缝纫机，交给了小太妹。切记，千万不要把这些布料弄混了，也不要让楼下那帮人看到。没问题，熊哥。而小太妹还给了我一个地址，说是那里之前囤了不少皮毛，天灾层出不穷，各种物资我都要收集。第2天大清早我就出发了，刚出小区我就发现前面有几个埋伏我的人，有2个跑到我面前想要抢夺我身上的物资。好啊，看我好欺负是吧？那我今天就让你们尝尝我的厉害。我从空间放出一辆汽车，就将他们撞飞了。还有一个躲在草丛里不敢出声，他看到了我的空间能力，那我是肯定不会留他了。你就下去陪那2个人去吧。我花了1个多小时才来到目的地，这里是个服装楼，大部分都是秋款，还有不少冬款。我一点一点的将他们收进空间。突如其来的一声巨响立刻引起了我的注意，紧接着几个身影迅速朝我这里追了过来。又来几个找茬的。我悄悄在高处放出一个空间，等他们跑过来，我就直接将汽车丢了下去，敢打我主意的一个活口都不留。此时漆黑的楼道里传来一道女人的呼救声，这个人年纪在24、25岁，还是个五官精致的大美女。救你可以，但我不白救，你有什么物资作为报酬？这里的物资还不够吗？这里的物资本来就是我的。随后他又看向旁边的背包，说是里面有一张祖传的兽皮。我打开一看，好家伙，老底座穿兽。随后我又看了一下其他麻袋，里面都是一些皮毛，看来都是刚才那几个人收集的。这下省得我再去找了。你怎么还不走？大哥，我家那张祖传的兽皮，我还有机会赎回来吗？惦记我的东西，你是想归西吗？这女人拔腿就跑，等她走后，我发动空间能力将整个大楼搬空，又花了1个小时来到了武警大队，眼前一马平川。武警大队都在冰层下面，我从空间取出一台挖掘机就开始挖掘工作，一想到武器库里满满当当的热武器，我心潮澎湃，卯足了劲儿干，终于在天黑前挖通了。特制的铁架上放着各种武器与防弹衣，有了这批热武器，未来可期。我一个不留的全部收进空间。随后我就在这里休整了1晚上，第2天继续出发赶路。正在翻垃圾桶的女人抬头看见一个身影一闪而过，我的兽皮，我家祖传的兽皮。他才追出去10几米，眼睁睁的看着那个身影彻底消失在眼前。下午5点，在离家还有1公里的时候，我就看到小区浓烟滚滚。坏了，出事了！老孙能听到吗？小心，你看到冷爷爷吗？那是我放的微信，你千万不要回来，快逃，千万别回来。老孙情绪几乎失控，女人小的哭声吵成一片，嘈杂的环境下还夹杂着一次次凶狠的砸门声。所有人都在门前抵抗着，已经1天1夜了。开门！昨天不是很狂吗？电嘎我们那么多人，现在怎么没电了？等我进来，一个个剁成肉酱。告诉那帮沙雕，都把脖子洗干净，敢惹我熊墨，必须归西。众人听到我的声音，一个个精神振奋，看到了生的希望。楼底下这里大门早已被攻破。我走进楼道里，一声巨响，所有人吓了一跳，下意识的回头看到我的时候，一脸惊恐。我直接一顿扫射，附近的幸存者拿着望远镜查看，目睹了那群人被打成了筛子的场景，震惊又恐怖。小心吗？是我。紧接着我转身下楼，来到对面锦苑小区，直接放倒2个放风的帮主。此时6神无主浑身发颤，他来了，熊墨来报复我们了。2个副帮主互相对视了一眼，瞬间有了默契，他们准备嘎了帮主，只有这样熊墨才有可能会放过他们。就在他们要动手的时候，我破门而入，直接一顿突突，最后拿出1桶汽油浇到地上，点火走人。一个人大摇大摆的来，一个人大摇大摆的走，没有留下一个活口。附近的所有帮派只有一个念头：交好必须跟熊墨交好，嘎人不眨眼突突完，还焚楼真正的疯子。回来后就询问了一下他们情况，一个自称炸掉帮的小黄毛站了出来，
说是铁头帮本来想和他们炸掉帮合作，攻占樱花小区，只不过他们老大为人正直，没谈成，将他们骂跑了。昨天是来谈合作的，结果铁头帮就突然攻了过来，看了一眼老孙情况属实。熊哥真是多亏了您啊，要不然我这小命今天就没了。你们帮派是二道贩子吧？我想要一台直升机，能搞到吗？不愧是熊哥，一开口就是这种高大上的东西，您放心，我们一定想办法去找。那你们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？熊哥眼下当属食物最值钱了。我空间里的物资10辈子都吃不完，如果他们真的能搞到直升机，我倒是不介意拿出一点冻肉。黄毛喜滋滋的走了，这帮人也顶着门撑了一天一夜，精神都不好。我丢给了他们一些冻肉、冻白菜，让他们去准备晚饭了。此时套娃跑了过来，爷爷，所有人都是一愣。哎，乖孙孙。老孙此时觉得一切都值了，他老孙也有孙子了。等我回到家，波奇他跑了过来，瞅着我，哎，又忘了给狗子留食物。第二天，我将老孙叫了过来谈话。老孙，你真打算一直照顾那孩子吗？当然，他都叫我爷爷了，再苦我也不能放弃他。而老孙想让我下次出去带上他，说是一直靠我也不是办法。但我昨天晚上已经想好了。我打算让所有人都搬出这栋楼，樱花小区都是空楼，随便住哪里都可以。其他人都还是归你管，你们得切身体会生存的危机。我照顾不了那么多人，以后就靠你们自己了。老孙也明白这些，大家都太依赖我了，他们自己却没有狠劲头，这样只会拖累我。我会给你们一些物资，省着点，够吃1个月了，之后我就撒手不管了。小贤，谢谢你，我接下来会尝试带大家外去寻找物资的，尽快适应环境。你要是有什么事要尽管和我们说。当然，我有事需要你们帮忙，会拿物资换的。当天晚上，他们就准备搬出去了。炮灰邻居们都很悲观，还想劝说老孙。只是搬离这栋楼，又不是搬出小区。小贤还住在这里外面的沙雕们，谁敢跑进小区找麻烦？连小贤一直撵着我们不信实，我们要适应现在的生存法则。他们害怕离开熊漠后很快就被冻嘎或者饿嘎，随后看我竟然给他们留了很多物资，便又充满了希望。他们对我来说是累赘，只有小太妹一人暂时留了下来，因为我还需要她帮我做衣服。回到家中躺床上就睡着了。1个月后，极寒带走了更多人的性命，而老孙带的队伍嘎也20多人，后面逐渐稳定了下来，自己脸上也留了疤。小贤，炸掉帮的那个人来了，撵他去你那里吗？不用了，我马上下来。熊哥，你要的直升机有眉目了，说来听听。这直升机真难找，1个月才打听到，是个富商想出售，不过他家里人多，要价很高。他想要什么？1万斤大米，1万斤面粉，1万斤猪肉，2万斤蔬菜。行了，还是让那个富商饿嘎吧。我们2个都很赞同。那富商原本囤了点货物，才不知道人间疾苦。只要我们不急，富商就会急。你们能搞到书吗？小黄毛还以为听错了，末世中书都没人要，取暖材料还得是木头。随后我又给他指了一个方向，那边有个全城最大的图书馆，按斤算30斤换1包方便面怎么样？他连忙点头答应，立马就跑去找书了，生怕我反悔。第2天就送来了2400斤，我给了他80包方便面。小贤，你要这么多书干什么？无聊，打发时间。之后每隔2天他们都会送来1车书籍。半个月后，富商终于坚持不住了，而极寒也即将结束。我穿上防爆服出门，毕竟这一趟有点远，自身的安全最重要。熊哥，这身装备屌爆了。小贤，这防爆装备哪里能来的？莫兄弟，你这身装备还有吗？没有了，我也是运气好才抢到这一套。小黄毛介绍了一下这个人，他就是炸掉帮老大。互相打了个招呼，我就丢给了他们2双溜冰鞋，用来赶路。半路遇到那些挡路的，全被我突突了。溜冰鞋果然方便，要是走路的一整天。3小时后，我们到达城郊别墅区。这里的保镖看到有人身穿防爆装备，还手拿热武器，太霸道了，谁都不敢靠近，都不想身上有个花生米。有人从2楼大喊：喂，你们是来救我们的吗？太好了，有吃的吗？喂，别走啊！知不知道我1年上交多少税？没有我这种纳税大户，你们这帮人吃什么喝什么，都给我回来！你哪只眼睛看见我们是救援队？再扒扒，我现在就进去赏你2刀。随后我们就来到了一栋别墅前，只不过里面竟然还有其他帮派的人。熊哥，里面那个就是吊炸帮帮主徐老三。莫兄弟，那帮人可能是来抢直升机的。
我们一进去，吊诈帮的人就围了过来。不过看到我这一身装备还有枪，当场吓得不断后退。兄弟，别冲动，在绝对实力面前，他们只能逃走。刘老板刚才被那帮人威胁，现在又来了个全身武装的狠人，心情低到了谷底。刘老板，说说你想交换的物资。我哪里还敢提物资啊？熊老板看着给吧。刘老板，我们可不是徐老三那种下三滥的玩意，我们真想搞你就不会来这里很多次商谈了。刘老板一听确实是这个理，便拿出了一份清单。不过这清单上的东西相比上次还是很高。刘老板天灾后就一直没出过门吧？我建议你出门走走，不用走太远，就到山下就行。带上保镖一起，你们要是还能活着回来，这份清单上的我10倍给你。刘老板现在不得不承认，这个世界已经变了，互相扯皮了一会儿就用白菜价弄到了直升机，决定明天前来交易物资。与此同时，躲在山上的徐老三一脸坏笑。他们都出来了，一会儿都给我机灵点，我一出声，所有人马上冲出去把人削了，谁敢怂我就嘎了他吃肉，今天必须把那小子的装备搞到手。半个小时后，一群人快被冻僵了，迟迟不见人来。会不会是进了其他别墅了？那里住着好几个女明星。此时徐老三突然感觉背后一凉，转头望去，我早已绕到了他们身后了。嘎猪般的声音不断响起，1分钟后，地上躺着一群人，只留下了徐老三一个人。熊哥怎么停了？省弹药。这想法谁都不信，但也明白我的心思。他们与徐老三有仇，是时候报仇了。2个人立马就冲了过去，将他嘎了。正当我们准备回去的时候，看到一批人在山上潜伏着。小黄，你认识那帮人吗？别墅区被人盯上了，他们在这里观察，说不定哪天就将别墅区一网打尽了。回到小区后，杨子明就将溜冰鞋归还给我了，这是个好东西，他有点不舍。莫兄弟，我有个不情之请，等你和刘老板交易完成后，给我们的报酬能不能改一改，把鞋子给我1双？可以。极寒很快就结束了，以后基本用不到了，正好卖掉。随后他们就回去了，而老孙他们也刚外出回来，看样子心情有点低落，还受了点皮外伤。小心，正好你在这里，我们弄到了一批种子，你拿几包回去，正在地楼帮，说不定能长出一些菜。种子。老孙说是出去寻找物资，找到一家种子店，本来还有几袋玉米种子够大家吃好久了，结果遇到一批快饿嘎的幸存者，他们没有理智的疯抢，动起手来非常凶，玉米种子撒得满地都是，好不容易才脱身回来。你们把种子都给我吧，五谷杂粮的种子当口粮，你们也吃不了几顿，不如和我换成食物。众人都是眼前一亮，第2天来到别墅区，送来了一车物资，几百斤冻肉，几百斤烂白菜，几百个馒头，几百个方便面，还有一些泡过水的面粉和陈米。他们将直升机运到了货车上，我就开车走了。爸，你疯了吗？一架直升机换这么一堆烂食物？哥吴恩，回你的房间去，真是不懂我的良苦用心。回去的时候天已经黑了，我将直升机收进了空间里，转头望去别墅区，有人打着手电筒在喊我，说是要交易。这人是个一线大明星，另一个是助手，不过听说外面有暴徒，他们大门都不敢出。我们需要一批物资，你能弄到吗？得看你们有什么物资和我交换。能不能跟我们去家里谈？外面太冷了，我都快冻嘎了。不能，就在这里说。张楚楚将围巾往下扯了点，不信对方认不出自己是谁。无数男人追捧的女明星，请她去家里，竟然被拒绝。你给我们弄一批食物，我们楚楚姐可以给你签名。我操！晦气！本来还以为这一趟能顺便换一些有用的物资，结果真是浪费时间。等等，我可是一线女明星张楚楚，一张签名照外面炒到好几个 W， 多少粉丝抢都抢不到。此时漆黑的树林里传出一阵坏笑。大明星，还是让我跟你做交易吧，用食物换你个果照。不管你们是谁，别影响我下山，我的洛克可是不长眼睛的。张楚楚连忙追着喊道：帅哥，我有珠宝，我用珠宝和你换。他家里的珠宝不计其数，用来换一些食物都可以换很多，重要的是把这个男人留下来，他有巴雷特可以保护自己。不过我连头都没有回，珠宝对我来说一点用都没有。刚到山下，就发现山顶出现大片火光，看来在树林里暗中窥探的那帮家伙终于对别墅区动手了。
由于弄到了直升机回去的路上，心情还不错，就盯着暴徒打。看到一个女人被围了起来，我就直接提着咸鱼冲过去一秒，然后就踩着溜冰鞋走了。这女的看着那熟悉的身影，风骚的走位，突然回过神，是他，肯定是他，我的兽皮，我家祖传的兽皮。我们在回去的路上碰到一群想嘎了我们的人，我直接一梭子解决了他们。最后用一车食物就换到了一架直升机，回去休息了一晚上。第二天在迷迷糊糊中听到一阵欢呼声，醒了过来，外面有很多幸存者们又哭又笑的有点疯癫的样子。此时小太妹跑了过来，想第一时间告诉熊墨这个好消息。有事吗？熊哥雪化了，天灾要过去了，你快出来看啊！衣服做完了吗？还有时间看风景，信不信我扣你报酬？门口的小太妹挨骂了，也挡不住内心的兴奋。已经全部做好了，熊哥你什么时候验收？现在就去拿吧。5分钟后，小太妹把衣服送来了，还不错吗？看不到乱七八糟的拼接线头。熊哥，这些是边角料，您有什么需要做的，我尽快做出来。等气温回暖，我就要回家了，我舅舅一定在家里等着我。边角料给你了，你自己拿去做东西吧。那台缝纫机还有这些食物也是给你的报酬。小太妹高兴疯了都，杨思田也来帮小太妹搬东西了。之前让她在这里住着是因为要给我做衣服，现在做完了她就要搬到杨思田他们那里了。晚上的时候黄毛来了，熊哥，雪化了，天灾终于结束了。那溜冰鞋你们还要吗？要，冰雪也不是1、2天就能全部融化，有了这鞋子我们掉炸帮还能多做几趟生意呢。只是他们的老大有点抑郁，天灾结束意味着很多物资都会砸到他们自己手里。1星期的时间，气温就从零下70度回到了0度，整个城市的幸存者都在欢呼。我跟掉炸帮还在持续合作，交换物资，只不过他们以前收烂白菜，现在只收现金和值钱的东西了。而老孙在火堆旁种的青菜刚长出来一点点，就被他拽了下来，送给了我。小心啊，咱们都挖过来呀！我没有客气，收下青菜后就拿了一罐奶粉和香烟回礼。老孙本想拒绝的，但是看到是儿童奶粉就收下了。又过了1个星期，10几辆军用车到来，电力设备开始维修，第一批粮食送达，幸存者们排着队领物资。每天半斤大米，1个土豆和1个红薯，5克盐，极寒城里人都快嘎完了。农村的好点现在都开始往城里挤。毕竟现在城里的房子10个有9个是空的，无主空房子，乌泱泱的难民见到小区就钻，火速抢占一套房印象，这让小区原居民很是恼火，都是经历过天灾的人，心里都憋着一团火，正愁无处发泄，不服的就动手。组织上人手不足，现在也管不过来，樱花小区也来了一批难民。老孙拦不住，只能将他们自己楼底锁上，让他们去挑其他楼。还有难民想搬进我独居的21栋楼，结果被拦在外面，又踹又砸的，就是打不开。最后骂骂咧咧的去了别处。鸠占巢穴的幸存者非常兴奋，磨成的一套房，普通老百姓奋斗几代人都买不起，现在白白得到一套上千 W 的房子，浑身充满了干劲，每天都在敲敲打打。我每天都在吵闹中入睡，又在吵闹中醒来。我自3个月没下楼，我今天下楼遛狗，一群幸存者看着毛发油亮的大肥狗，一个个眼冒绿光，一起拦住他，狗肉人人有份。我其他发现有人包围自己，飞快地跑到我身边求保护。兄弟，这是你的狗吗？你眼瞎吗？不是我的狗，难道是你的狗？一听有肉吃，周围聚集的人越来越多。嘿嘿，你说对了，它就是我养的，这2天不见，原来是被你偷走了。谁的狗？大哥，千万别开火，狗是你的。大哥，我们错了，我们再也不敢了。所有人都是满脸惊恐，突然想起樱花小区有个叫莫疯子的人，手里有洛克。进了樱花小区，你们就得守樱花小区的规矩，要么本本分分过自己的日子，要么就爬出去。谁 TM 的再敢找事就嘎了你们，还有谁再敢打我家狗子的主意试试看。这帮新搬来的人全都低着头，不敢看大黄狗一眼。经过此事，大家都老实了一些，有的人开始搞种植，军队发来的土豆种进土里，只不过土豆是不可能会长出来了，那都冻坏了，根本不会发芽开花。平凡的日子没有保持多久，又过了几天，气温从0度突然爬到了30度，很多人都是在睡梦中被热醒了。
老孙最近和炸掉帮走得很近，用物资换来了一只望远镜，观察外面。他看到熊墨在天台忙碌，便用对讲机联系。小心你在干嘛？囤水。此时我准备了好几个水塔囤水中，为极热做准备。你的意思是接下来会发生旱灾吗？这破天气谁都说不准，没有旱灾最好，反正可以浇花浇菜。这气温确实有点奇怪，半夜头晕攀升30度，我找大家商量一下，有备无患吧。不过大家都不相信老孙，觉得他当官当上瘾了，有事没事就瞎管。老孙身边只剩下最初一起的邻居。老孙，我们真的要囤水吗？老孙，你会不会是太紧张了？我是看见小熊在囤水在水里，熊哥在囤水啊。熊哥在囤水的话，那咱们也囤点吧。我到现在还在后悔当初没听熊哥的话，及时卖出抢购物资。对，我也是，一想起这事我就抓肝挠心的睡不着觉。我也觉得应该囤水，熊哥这人怎么说呢？我觉得他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准没错。你不是生小才没回家了吗？他舅舅还活着吗？家里的房子被难民占了，为了要回房子还打了一顿，我们去了好几个地方都没打听到他舅舅的下落。他让我先回来，他在家等。众人一听都觉得凶多吉少，齐柔给了老孙一个手镯，他们就去换水塔了。这段时间冰雪融化速度极快，老孙手里拿着绳子测量水位，拽上来后测量打湿的部分，有下减了1米。我有种感觉，2个储水罐恐怕不够。快，我们一起做个木筏，我得再去找黄毛换2个水塔。老孙，这个金项链你拿去尽量多换几个回来吧，按照现在的蒸发速度，怕是要迎来极热。老孙他们最近机灵得很，看我囤物资囤水，他们也开始囤，换来10个水塔都放满了水，而且肉干也寻了上百斤。外面现在50度了，但我有高科技恒温衣，一点都不热，在外面待了1个星期就涨到70度了。每天都是找油，附近的加油站都被我一人抽干了。与此同时，某天台聚集着一群贪婪的难民，看着21栋天台摆放整齐的水塔，激动得很。看到了吧，这人囤了很多水，可他有巴雷特，我打听过了，附近的原居民都管他喊摸疯子，说他嘎人不眨眼，管他摸疯子还是什么疯子，手里没物资也会是疯子。大哥，你有什么好办法？砰，把缺水的难民全部叫到一起，逼他交出那些水塔。我们这么多人，他就一个巴雷特，他能一下嘎了我们所有人吗？到时候不交也得交。我刚遛狗回来，老孙就用对讲机联系了我。小心啊，最近有一些人聚集了起来，他们好像盯上你的水塔了。我回来的时候就发现这帮人眼神不对了，现在我就解决了他们。随后走到天台，和以前一样发布悬赏令。我是熊墨，樱花小区现在有一帮想嘎人越货的暴徒，对我个人不利，还想对整个小区所有难民下手。现在谁把暴徒揪出来，我就奖励他1吨水。大家速度快点，等水塔上的水源蒸发了，抓暴徒就没意义了。他们刚聚集起来的几十个难民听到这广播声，你看我我看你，紧接着全都扑了上去。10分钟后，5个难民被带到了樱花小区大门口。这里有2吨水，1吨是奖金，另1吨嘛，谁要是把这帮暴徒吊起来就是谁的。地表温度80度，2个小时后他们就变成了烤肉干。此事过后，其他人看见我下楼遛狗，全部远远的绕着走。根据当前的气温变化，预计接下来3个月将持续高温酷暑气候，请居民囤水囤木，外出时做好适当的防护准备。广播里的声音让这帮难民气得甩锅砸盆，现在连水都没得喝了，水库都干涸了，3个月不是要我们的命吗？熊哥真是神了，现在的市场上的食物价值又回来了，盐更是一包难求。接下来咱们外去找物资的时候低调点，绝对不能让难民知道咱们手里有物资。随后我又联系了黄毛帮我找人。熊哥怎么样？这可是最好的山地摩托车，再复杂的路况都跑得飞起，没有路也能闯出一条路。这摩托车还有吗？有，放心吧，我们还能找来几辆。这次你想要什么？来5吨水吧，熊哥。市场风向又变了，值钱的还是食物。我们老大又抑郁了，最近收了一堆钱和金银首饰。哈哈哈！你再帮我找个资深直升机教练，物资抵学费，保证不会亏待他。没问题，我回去就帮你打听。没几天，黄毛就带来几辆摩托车，还有一位60几的老头。熊哥，这位是白大爷。大爷，您以前是军人吧？以前在部队开过轰炸机，退伍后在民航开飞机，现在年纪大了，退休了。直升机大概学多久？通常情况下，想要掌握直升机飞行技术，至少需要6个月。没那么多时间，1星期行吗？行是行，只是太危险了。
讨论了一下后续的事情，随后白大爷就回去了。我在晚上的时候，按照白大爷给的地址开着车来到了他家，给了他一大堆食物。这些食物拿出去，足够任何幸存者为之疯狂了。这段时间，我们每天都骑着摩托车去山顶。白大爷的直升机驾驶技术和富商教的根本就是天差地别，仿佛这直升机在他手里就像是玩具一样得心应手。而白大爷每次休息的时候都是拿出一个水壶，只喝一小口。我见状立马丢给他一瓶水，然后一口气喝掉一瓶，再拿出一瓶浇到头上。白大爷急得很。小熊啊，你太大手大脚了，不知人间疾苦。且不说这水能招来其他人的疯抢，你这么用水，没几天就消耗完了。您放心吧，我心里有数。你有个皮数，别吃了上顿没下顿。现在比不上以前，能省一点是一点，极热还有3个月呢。我没有多说什么，拿出了一堆凉菜和一锅酱薯茶。之前忘了说，您教我开飞机，我包1日2餐，尽管吃千万别客气。可白大爷还是舍不得吃，我就刻意的说道：这天气实在是太热，咱们吃得慢的话，这些菜会不会馊？白大爷一听，果然放开了肚皮吃。之后又过了几天，来了几个军人，我驾驶着直升机小心翼翼的降落了下来。白大爷先过去交谈了一下，然后就把我叫了过来。熊先生您好，我是何有光，我们想征用您的直升机，不是强制性的，不知道你方不方便？不方便。熊先生是这样的，我们有个小队去杭城运水，原定3日归，但是现在已经过去5天，恐怕已经遇难了。我们想去查清一下，方便接下来的行动。路上不太平吗？台风后海水倒灌城市，萧山监狱长反应快，打开了所有牢房，逃出来的一部分在极寒中嘎了，一部分占山为王。现在组织上安排一位军人去千岛湖运水，那里正是由犯人组成的土匪团伙盘踞之地。迟迟等不到战友归来，何营长非常急，正好看到天上的直升机，才来了这里。正在我犹豫要不要借出去的时候，一位士兵竟然中暑晕倒了。所有军人掏出水壶，加在一起也倒不出一滴水。白大爷赶紧将自己的水壶递了过去。喝到水的士兵才缓缓醒了过来。此时我已经动摇了，这群军人的亲人也许在天灾中走了，或者失踪，但他们依然坚守在自己的岗位，收集物资发放给群众。那个，你们开走吧，记得还我就行。我们还得去找一名驾驶员。白大爷嘿嘿一笑，表示自己就是驾驶员。等何营长走后，我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我去，狗子还在飞机上，肥膘体壮的狗子不会被何营长给宰了打牙祭了吧？叫小龙的士兵以为我舍不得直升机，就说让我跟着他们一起下山。下山后，他们藏在草堆里的摩托车竟然不见了。末世极热，他们要是徒步走回临时营地，一定会热嘎在半路上。此时我按了一下喇叭，几位兄弟，能不能卖我点消息？这2辆摩托车就送你们。可以是可以，你想打听哪方面的消息？如果是不能说的，就算你送我们10吨水都没用。磨城哪里有驾特林？这群人一听，顿时骑着摩托车撒腿就跑。3天过后，我连直升机的影子都没有看到，仿佛失踪了一般。白大爷的夫人都顶着80度极热跑过来向我打听好几次，我坐不住就去临时营地打听了。刚到这里，小龙就走了出来。我向他询问何营长什么时候过来，小龙脸色很不好，表示他们营长已经被暴徒给扣起来了，小龙正要去营救。我去，末世中狗子被抓岂不是要凉了？岂有此理！随后我立马放出一辆顶级越野车卡马兹，上车。你这车哪里来的？想知道那你先回答我上次的问题。士兵一阵无语，我开卡马兹一路狂奔期间，有暴徒冲上来拦车，我都直接撞飞。不到200公里的路程，遇到了10几支队伍，每次到高速收费站都有拦路的小龙他们直接开火一顿扫，导致到了这里连1颗弹药都拿不出来了。听我的，先找个隐蔽点休整，天黑后我先出马。那帮囚犯把整个千湖岛当基地，人数至少500人，几十名手里有洛克，所以我决定潜伏进去。告诉你们老大，大生意上门，赶紧端上来好酒好菜，真是快热嘎小爷了，别忘了来杯可乐加冰。这俩看门的有点懵，但是看我面不改色的来到这里，丝毫不畏惧的样子，想着上报一下，万一真是大人物，自己得罪了小命都没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基地里的二哥走了过来。小友，听说你是来找我们做大生意的。这就是你们的待客之道吗？大热天的把人晾在大门口谈生意。他们把门打开后，我大摇大摆的走了进去，就给了一个匪徒一把摩托车钥匙。
把我的车子洗干净。这人好狂啊，不愧是大人物啊。听小友的口音是磨城人吧？是啊，土生土长的磨城人，只是好几年没回来了。小友近几年不在磨城吗？在国外干点小本生意。哦，不知道小友在那个国家做什么大买卖？不远，缅国，有事没事嘎腰子。闻言众人都不可思议地看着我。小友贵姓啊？他们这帮人对我的到来一直有怀疑，都在试探我，但我必须演下去。我姓熊，名墨。你是墨疯子。场上所有人表情都变了一副看不起的样子，甚至有人摸起了洛洛克。我是真没想到，在这末世中，我这名号竟然能传到杭城。墨疯子是谁？没听说过道上的吗？你没听说过墨疯子吗？切，这人谁呀？哪个道上的？混得不行吧？混得好，怎么不来小爷这拜山头？堂上10人都迷糊了，眼前这人太狂了。此时我拿出了一条华子丢给了他们。天灾后他们虽然也有香烟，那都是从水里打捞的，晒干也有一股怪味。现在竟然有一条没被泡水的。怎么样，生意还谈不谈了？不谈我可要走了，又不是你们这里才有我要的货。莫兄弟别急，生意上门我们肯定欢迎，就是不知道莫兄弟想从我们基地要什么货。我一个嘎腰子的还能要什么货？谁长了腰子谁就是我要的货。场上几人有点怀疑我了，一来就要人，感觉我是奔着军人来的。莫兄弟具体说说。要人呗，年轻的女人。莫兄，如果我们为你供货，你用什么物资跟我们交易？我手上现在正好有一箱没泡水的万宝路。什么一箱10条就想换30个女人，那也太亏了。既然你们觉得亏，那就换成白菜吧。他们已经很久没吃过大白菜了，每天都是吃土豆，长期缺乏蔬菜中的维生素，真怕哪天牙齿掉光。你有多少白菜？40-50斤吧。才40-50斤，我还以为几千斤呢。你说的是几千斤烂白菜吧？臭不可闻的那种。我这可是正儿八经的白菜心，小爷我给你们一车烂白菜，这天气你们能剥出几十斤菜心吗？没准一颗都剥不出来，全烂了。随后我们开始扯皮了10几分钟，就用几十斤白菜和一条万宝路换了30个女人，来到关押的房间。这群女人都是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，不过确实都很年轻。其中一个女人一脸惊讶地盯着我，我操，这不是磨城的那个女人吗？怎么落到杭城手里了？还跟我撞上了，希望她别露馅了。小龙他们现在估计已经潜入进来了，我再耗点时间。喂，你看什么看？莫非你认识莫老板？此时我背脊发寒，随时准备掏武器了。我的兽皮，我家祖传的兽皮，你这个奸商，你还我兽皮！莫兄弟怎么回事？小爷我身上背着半部刑法，有事没事打打猎，闲了抢别人家的兽皮，有什么问题吗？你们别被他骗了。我去，不会要功亏一篑了吧？好在千湖岛够大，只要我掏洛洛克够快，直接扫嘎他们，然后找个小树林一猫等小龙他们支援。他不是什么好人，专坑自己人，把年轻人骗去缅国嘎腰子，不但抢走我家祖传兽皮，还骗走了我妹妹。你这个畜生，把我妹妹还给我！他说着还想冲上来打，不过被马仔用洛洛克顶住了。还好，差点下嘎小爷我记起来了，你妹妹还是个高中生，我说带她去缅国骑大象，她就真信了，怪我了。还给你也行，只剩骨头了，你还要吗？无耻，老天怎么不一个雷劈嘎你？这些女人都不错，下次合作也按这些来。没问题，莫老板，里边请咱们好好喝一壶。就在这时，我感应到在空间里的对讲机响了，小龙他们已经过来了。就在这俩头目刚走出屋门，就听到一阵惨叫与子弹声，几个手下想冲出去救人，都别走了，一起下去团聚吧。哦，熊先生没受伤吧？真是多亏了你，吸引了10个头目聚集到了一起，我们才能如此顺利。客气话就算了，收缴上来的弹药分我一半就行。那是，我去，首席工程师，我们终于找到您了，原来您被关到了这里。一开始不在这里，我是在找他才被抓到这里的。何营长你们认识啊？这是我们军队的首席工程师。好吧，先说正式弹药呢，分我一半。这别的都好说，但根据明文规定，老百姓不能私自拥有热武器，1颗弹药都不行。规定是嘎的，人是活的，你不说我不说，回到魔城谁知道？何营长听了，却还是给我做思想工作。小龙，当时不是说好了吗？弹药算我借你的，你们还得还我。
营长，当时情况紧急，我们确实答应了莫先生会归还弹药的，还说如果控制了基地收缴的洛洛克和弹药，莫先生要分一半。你小兔崽子，你疯了不成？怎么能随便做出这种承诺？你身上穿着军装，你知不知道啊？瞎承诺什么？你小子是不是想上军事法庭？小龙低着头，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一点都不敢吭声。莫兄弟，你可别告诉我，你们军人说话不算话，要吞并我一半物资。莫兄弟，他是武器啊，你们答应过我的。莫兄弟，不瞒你说，上级现在通知我们末世快结束了，军队现在已经开始地下城的建设工作了。到时候全部幸存者转移到地下城，末世就结束了，我们就会回归正常生活。所以这个武器老百姓还是不能拥有。什么？已经在建设地下城了吗？是的，现在大部分军队资源都在地下城，再过2个月地下城就初步完成了，名为红川基地，希望你能保密。我也是为了给你做思想工作才提出来的，这个武器就算了吧。那也不行，你们答应过我的。熊先生，不行，你们答应过我的。何营长和我扯皮了一会儿，他就口干舌燥的快中暑了，然后何营长灵机一动，干脆假装晕倒算了。小龙快，你们营长晕倒了，快分我一半弹药。都堆放在外面，你自己去取吧。我拿到武器和弹药后，就准备叫白大爷一起离开了，而白大爷突然喊道：“狗啊！白老头，我是贪心了点，就多拿了个巴雷特而已，你也用不着这么骂我吧。”我说狗子，在你身后。我扭头一看，一条脏兮兮的流浪狗站在不远处看着我。波奇塔听到我的声音后，他就立马跑了过去，直接上飞机了。这狗子很聪明，哪天迫降的时候我让它跑，它就跑得飞快。随后我们就上了飞机回去了。回来后发现小区一个人都没有，来到天台查看我的水塔全没了。靠，又被偷家了。此时我看到对面楼里有人影走过，我就直接下楼冲了过去。这里果然是关押着老孙他们，而罪魁祸首就是附近的帮派。他们以为我出去这么久已经嘎在荒郊野外了，就联合霸占了这里。这群老六我真的服了，敢偷我家水塔，这是我刚收的30个洛洛克，去给我嘎了他们。刚解决完附近的所有帮派，过了几天，何营长就带人来了。熊先生，我们是来找你合作的。什么意思？我们上级邀请你和我们一起建设地下城红川基地。建设地下城为什么找我？我能帮上什么忙？当然是你的攻坚能力。你们怎么知道的？那个从你那天突然放出一辆卡马斯，我们就知道了。其实我们基地里也有一位空间能力者，在红3的时候就找到了我们军队，开始建设地下城了。不过他的能力似乎没有你的强大，前段时间还失踪了，就是这位。哦，原来是你啊！那我加入你们有什么好处吗？您将作为首席工程师，帮我们完成地下城红川基地的建设。之后，所有幸存者转移至地下城，陆地全面进行，将不再有任何人类。您将拥有最高通行权限与最高待遇。到了那个时候，你想去哪里都可以，没人拦着你。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哎，那个虎皮，你什么时候还给我啊？惦记我的东西，你是不想活了吗？